美国专家提出，中美合作共建更好的世界秩序。美国人终于要承认现实了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当下的全球秩序，作为全球霸权的美国对崛起中的中国的战略打压是主要特征。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崛起侵蚀了曾经由美国及其盟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但是他们忘了这些规则并不是合理的。所以现在的世界由于美国的霸道而变得不可预测，日益敌对的美中关系，重新军事化的欧洲，内向的区域经济集团，对经济制裁的日益依赖，正在结束冷战后的全球化时代。世界的发展将如何适应美国的相对衰落，以及敌对中俄所带来的不可预测性呢？近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给出了一个方案，设想一个更良性的秩序，美国、中国和其他世界大国在某些领域竞争，在其他领域合作，遵守旨在保护开放世界主要要素的新的、更灵活的规则和秩序，并预防武装冲突，同时让各国有更大的回转余地来解决国内紧迫的经济和社会优先事项。建立这样一个新的、更良性的秩序，并不像听起来那么难。借鉴美中贸易政策工作组的努力，中美旨在制定基于核心原则的框架，采用该框架就可以加强两国之间的沟通，澄清他们为什么不同意，并为他们提供避免伤害他人的动力，即使他们寻求保护自己的利益。美刊认为，这个框架可以由美国、中国和其他大国自行制定。这种方法可以提供一心一意的关注大国竞争所不能提供的东西，让敌对大国甚至对手找到共同点，以维持人类生存所必须的物质条件，推动经济繁荣，并尽量的减少重大战略误判的风险，同时呢，维护自己的安全。那么，美国的这些政客为什么现在提出不再坚持与西方国家一起维持国际秩序了呢？因为现有的西方主导的秩序已经不再足以应对和支配国际权力的众多力量，让各国在更宽松的国际规则中获得经济相互依存的好处也是可能的，甚至呢是有利的。在这些美国政客看来，未来的这种国际秩序不需要事先就详细规则达成一致，只需要就其关系的基本方向达成一致就行了。这些基本的方法包括：一、禁止行为，指的是双方都明确不能干的事儿；二、相互影响行为，指的是我干了什么事儿就会影响到对方；三、独立展开的行为，指的是在本国主权范围内需要做的事儿，与对方没有直接关系；四、合作的行为，指的是各国需要共同面对的事情。更稳定的秩序可能取决于谈判，而不是规则。他们所提出的这个4个行为，其准则是遇到问题通过谈判解决，而不是事先设定规则。从总体上看，美国人拿出的这套基于中美贸易谈判的经验框架，使竞争对手能够超越朋友和敌人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增加了合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的可能性，并建立一定程度的信任，以更好地了解他们的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的偏好和动机，从而有机会维持世界战略格局的基本稳定。各国也将因此而受益。未来的世界秩序将如何发展，主要取决于中美如何处理大国关系。只有美国承认中国的强大，摆正心态，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秩序才会出现。我们也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早一点认清现实，避免中美发生直接的对抗。而这其中，台湾问题又是关键中的关键。如果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极端立场，那么他们最终的下场将会非常难看。
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